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岳首占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邓岳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42军也立功了。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1军和美陆战1师。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志司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到。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报告彭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都觉得不冤枉。看到了吗？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1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1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地查到界川和军隅里，不能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个不杀之恩呐！啊，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鱼眼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蜀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彭总，不要骂了，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呀，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我不服。
冷静。让我说句话。让他说。彭总，入朝第一战，38军确实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梁兴初没半个不字儿。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38军，更不能取消我38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哼哼！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335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明白。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王总，不是不服气，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800多烈士，想起了我112师部牺牲的200多战友。您骂得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彭总，我梁兴初不配当38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了算，知道吗？坐下。水。听明白了，别动气。彭总，消一会儿。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啊，梁大牙，你表个态。让你表个态。我没脸表态。响鼓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过脚啊。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2战役做战斗部署。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治司商讨的关于第2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清楚，清楚。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是。冯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我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行了，别杵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泄气？38军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死不了。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彭老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彭总咋说呀？跟唐总顶了几句啊？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没指挥好。我对不起38军全体志愿员。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包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呀。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38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
我才要负这个责任。站住！干什么去？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斩我杨大义。给我回来！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书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38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38军争口气，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38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老梁啊，消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梁师长，坐下吧。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1个散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散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一路是新义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再向江界发展。最东面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们江方向进犯。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直顾野吞。那行啊，来我们的饺子馆啊重新开张，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向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地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地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38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有。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伪军一顿，为38军宣耻。这是彭总给我加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335团的将士，说明我38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
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梁兴渠的菜，直到我38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主席在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完了。彭总什么想法？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交给另一个军去啃。38军，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没问题。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火还发不出来呢。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风狼了。彭总，你可是有名的中护长者啊，怎么又用上心机了？哎呀，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呀！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好。赵二弟到，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是。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是。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主席，朱老总啊，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3人小组，决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好啊，这样一来，彭老总再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是请我们支持他。他彭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3个人给他做后盾嘛。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我对西线6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救兵团10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呢？今天他们到哪儿了？彭总，20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2、3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27军在他们后面保持2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救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啊，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
还有粮食。洪大个子，要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前几天高书记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当地的帮助有多大？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一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崇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正因为这样啊，我们才要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个子，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这样不行啊！没想到美国侦察机这么多，这下雪天也不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略意图啊！鱼速子不大，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昼伏夜出，白天禁止行军。我们只带了7点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咬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筹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就说这7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厚棉袄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是。总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里秘密行军，全军10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9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是。求哥哥，求哥哥，来人！卫生员，卫生员，怎么了？有人倒了，快！快！怎么样了？小的包，看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干粮。昨天我就先拿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买吧。
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现在是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敬礼。 小子班，还行吗？连长，你答应过我，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支全连最好的水帘珠。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别瞧不起人，我师傅可是神枪手陆成风。集训了3天也能叫师傅啊？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小秦啊。 走吧。天亮了，去树林隐蔽。隐蔽。来，再拉一把，后面推一下。哎呀！拉一把，抽一把，快！ General, this is the latest conclusion from our intelligence office. They believe there will be 4 Army corps with up to 100,000 men dispatched into Korea. The situation is quite alarming. In mountainous North Korea, our intelligence office has been relying too much on recon vessels. Tell them to set up a radio monitoring group so that we can monitor all signals all day across all channels. Yes, sir.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s bluff will be exposed. Their forces at Fujian have already fled and vanished. Elman's 10th Corps will push beyond the Chosin Reservoir to the northwest, to the west. With our capture of Feihu Mountain, the enemy appears to be in full-scale collapse. Walker's 8th Army will cross the Chongcheng River heading north. We will outflan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and North Korean Army at Kangje, wiping them out completely at Opyongyi. Hey.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啊，挺好，挺好。郑瑞呢？睡觉呢。郑瑞，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钱连长。老班长，钱连长，你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啊？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哦，要打仗了？打仗呢？我怎么说的？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看你嘚瑟！哎，想回侦察连啊？
做你的美梦去吧。哎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您别在这吓唬我了。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不至于，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戴罪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我不去，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去保卫医院和伤员。不去。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连长，干啥？放开！连长，我去！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你说你能干啥？前线打仗。哎，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哎，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我去，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上级就是老上级啊。那下回再抽调战士，你得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对。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朴荣恩。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连长，你放心，他再大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我现在就去医院报道啊。哎，蔡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你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朴荣恩，恩人，恩人，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哎，大哥，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你一直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郑瑞，陆成峰，等着。回头来找你聊啊！怎么了这是？没事。什么了？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走，我带你见个人。走。谁呀？你先去吧。金上。郑瑞。不是。又见面了。缘分呐！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道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你看，50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叫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金山，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
撞得跟头牛一样。哦，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后门，把他给放了吧，啊！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找事儿。赶紧去换药。啊！王珍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我没有，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着了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我没有整他。我，马金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能。那准备好，今晚出院。要开战了？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伤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